想象一下，你辛勤奋斗多年，自以为站在安全的阶层高地，却突然发现脚下的土地正在崩塌。2025年，社会加速洗牌，某些群体以惊人的速度跌落深渊。如果你不想成为下一个滑落者，请认真看完这个视频，它不仅揭示正在坠落的5类人群，还将为你指明如何抓住机遇，逆流而上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基于真实趋势的警钟，信息密集，干货满满，带你看清社会规则，找到突围路径。阶层滑落的本质是资源分配的残酷游戏。当经济增长放缓，社会结构固化，向上攀爬的梯子变得狭窄，向下的滑坡却越来越陡峭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认知、资源与时代趋势错配的必然结果。以下5类人正在加速滑向深渊，他们的故事或许就是你的警钟。内容不仅剖析现状，还提供应对策略。1. 地产与互联网高薪阶层。他们曾是年薪100万的人生赢家，出入高档场所，谈笑间掌控千万项目。然而，当行业风口消失，他们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。房地产和互联网行业的高薪精英曾是时代红利的最大受益者，但2025年产业周期的转向让他们成为跌落最快的群体。房地产行业的某总某监年薪动辄100万，依靠行业繁荣轻松致富。然而2024年房地产泡沫破裂，超过60%的从业者被迫转行，收入缩水超70%。他们的技能如销售话术、资源整合，高度依赖行业环境，在其他领域几乎无用，转型开网约车或做医美销售成为无奈的归宿。互联网大厂的高薪资深员工曾经以年薪100万和期权自由自居，但行业收缩让35岁以上的高薪群体首当其冲。被裁后，他们不仅面临年龄歧视，还因高昂的生活成本，如房贷、私立学校学费，陷入困境。从精英到失业，往往只需一次裁员。例如，小王曾是某地产公司区域经理，年薪150万元。2024年公司破产后，他转行做保险销售，月收入不足5000元，豪车卖了，房子断供，生活彻底塌方。核心问题在于，这些高薪岗位的溢价来自行业红利，而非个人能力。当风口消失，缺乏核心技术壁垒的从业者率先被淘汰。他们的生活方式高度绑定高收入，一旦收入断崖式下跌，阶层滑落如同飞机失速坠毁。真正的护城河是跨行业的核心技能和抗风险能力，建议学习通用技能，如编程、财务管理，同时降低生活成本，增加财务弹性。2. 虚假中产。他们看似体面，住在1线城市，拿着不错的薪水，却不知道自己正站在悬崖边，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跌入深渊。虚假中产是职场中的庞大群体，他们拥有光鲜的头衔，如高级经理、资深专员，却从事可替代性强的工作，如基础行政、通用销售。他们的体面生活靠的是企业平台或行业红利，而非个人价值。跌落的信号有2个，一是行业进入成熟期，企业削减非核心岗位，这些岗位往往是成本高、替代性强的中间层；二是技术冲击， AI 和自动化技术正取代基础文职、客服等工作。2025年预计超过30%的白领岗位被 AI 部分替代。跌落过程往往是渐进的，先是年终奖缩水，晋升停滞，最终演变为被动离职，收入腰斩。35岁到45岁的白领尤其脆弱，上有老下有小，生活成本刚性，职业危机却接踵而至。例如，小张在一家外企做行政主管，月薪2万元，生活看似体面。2024年，公司引入 AI 办公系统，他的岗位被裁，转行后只能找到月薪8000元的工作，生活质量直线下降。核心问题在于，他们误以为平台价值就是个人价值。在职业黄金期，25至35岁，没有构建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，
导致在经济下行时成为裁员首选。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价值。建议尽早学习高壁垒技能，如数据科学、产品设计，同时建立副业收入，分散风险。3. 寒门学子，他们靠苦读改变命运，考入名校，以为自己能冲破阶层壁垒。然而，现实却给了他们一记重拳。寒门学子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故事，曾经激励无数人，但2025年，许多出身底层的名校毕业生因资源匮乏，在职业生涯的关键节点频频失误，跌回原点。困境的根源有3：一是隐性资本不足，即使拿到高学历，也缺乏人脉、实习机会和职业规划指导，择业时选错行业或岗位，错失发展机会；二是经济压力，高昂的留学费用、一线城市生活成本让他们背负债务，一旦职业发展受阻，经济链条迅速断裂；三是心理落差，他们见过高处的风景，却因资源断供重新坠落，这种相对剥夺感比从未上升更痛苦。2024年，近 40% 的寒门名校毕业生在毕业5年内未能实现稳定就业，超过半数因经济压力放弃在一线城市发展。例如，小刘出身农村，考入985大学，毕业后进入一家初创公司。缺乏职业规划的他选错赛道，公司倒闭后只能回老家做文员，月薪仅4000元，梦想破灭。教育只是入场券，真正的阶层跃升需要资源、人脉和认知的全面突破。建议寒门学子主动拓展人脉，参加行业论坛、求职培训，同时关注新兴行业，寻找低成本进入机会。4. 体制内二代，曾经他们被视为天之骄子，依靠父母的权力网络，轻松获得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优质的教育资源、稳定的工作岗位、快速的职务晋升，这些对他们而言仿佛是默认配置。然而，当父母退休或失去实权，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网络迅速瓦解，跌落的速度如同断崖般迅猛。体制内的人脉资源有时效性，父母退居二线后，曾经趋炎附势的朋友迅速疏远，子女通常在3到5年内失去原有地位。更致命的是，他们往往缺乏自我造血能力。长期依赖特权，导致职业技能空洞化，既无法应对市场竞争，也难以承受体制内人走茶凉的落差。有些人甚至背负父辈的政敌风险，一旦保护伞消失，可能成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。例如，某位体制内二代小李的父亲曾是某市局领导，退休后昔日的关系网土崩瓦解。小李原本在体制内拥有一份轻松的工作，但由于缺乏实际能力，岗位调整后被边缘化，最终被迫转行做销售，收入暴跌了 80%。 相比之下，富二代即使挥霍无度，私有财产仍有法律保障，跌落速度远不如体制内二代迅猛。这揭示了一个真相：依赖他人赋予的资源永远是脆弱的。真正的安全感来自自身的核心竞争力。体制内二代若想避免滑落，应尽早培养市场化技能，如数据分析、项目管理等，摆脱对特权的依赖，构建属于自己的职业壁垒。5. 经验型技术工人，他们用20年的汗水练就一门手艺，以为能靠技术吃饭一辈子。然而，一台机器就能让他们瞬间失业。制造业的传统技术工人曾是中产阶层的基石，但2025年，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的普及让他们的技能迅速贬值。2025年，工业机器人渗透率超过 45%。一个焊接工人20年的经验，
可能被一台激光焊接机器人秒杀。新岗位如机器人调试师、新能源设备维护员，要求编程能力和英语基础，而传统工人中具备这些技能的比例不足 3%。 这不仅是岗位消失，更是整个人力资本体系的崩塌。体力劳动的价值被算法重新定价，缺乏转型能力的工人正在快速退出市场。例如，老王在汽车厂做了15年焊接工，月薪8000元。2024年，工厂引入自动化生产线，他被裁员。尝试转行，却发现新岗位要求陌生技能，最终只能做保安，收入锐减。技能不更新就是负债，终身学习和跨领域能力是对抗技术淘汰的唯一出路。建议报名职业培训，学习基础编程或新能源设备维护，抓住产业升级的新机会。通过以上5类人群的跌落轨迹，阶层流动的规律清晰浮现。依附性资源不可持续，无论是体制特权还是行业红利，都是他人赋予的价值。风口一过即成泡影，能力淘汰速度决定跌落速度。技术革命加速的时代，不更新的技能终将沦为负债。抗风险配置决定跌落底线。过度绑定单一收入来源，缺乏弹性生活成本控制的群体最易崩盘。当前社会正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，要求每个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模式，是继续依赖意识的外部资源，还是构建内生的抗风险能力？阶层跌落的加速，是对过去畸形发展模式的纠偏。虚假繁荣的泡沫破裂后，真正留下的是那些深耕核心价值、具备高维认知和多维防御体系的清醒者。如何避免阶层跌落？构建核心竞争力，学习跨行业通用的高壁垒技能，如数据分析、编程、产品管理。普通人可通过在线课程，如 Coursera、慕课，低成本入门。分散收入来源，发展副业，如内容创作、电商、咨询，降低对单一工作的依赖。2024年，超 20% 的职场人通过副业增加 30% 收入。降低生活成本，避免过度消费，减少刚性支出，如高额房贷，增加财务弹性。提升认知维度，关注政策、行业趋势，加入高质量社群，获取第一手信息。终身学习，每年投入 5% 至10% 收入用于学习，紧跟技术迭代，拒绝技能贬值。高手与普通人的差距不在努力，而在认知和行动的本质差异。普通人恪守规则，埋头苦干，追求效率与回报，高手却只做3件事：挖掘规则漏洞，绑定稀缺资源，操控群体情绪。他们不创造财富，而是重新分配价值；不生产资源，而是转移资源；不改变世界，而是利用世界的运行规律。规则漏洞是财富的藏身之处。任何系统、法律、政策、市场、人性都有缝隙可钻。改革开放初期的倒爷利用双轨制套利，早期炒房团借信贷宽松暴富，比特币先驱在监管空白中实现跃迁。高手从不盲从规则，而是寻找例外，关注政策风向、市场趋势，抓住信息不对称的机会。普通人若想突破，可学习基础经济学，聚焦新兴领域如 Web3 或绿色能源，低成本试错，捕捉政策红利。稀缺性决定定价权，高手深谙此道。世界运行的逻辑是，谁控制稀缺资源，谁就掌握分配权。普通人争夺工资、学历等可替代资源，高手却锁定权力、渠道、流量等不可替代资源。明星因注意力稀缺赚取暴利，垄断行业靠牌照坐享高利润，某些人因掌握信息源总能拿到好项目。银行绑定信用创造权，平台掌控流量分配权，中介占据信息撮合权。高手从不拼红海，而是让自己成为必经环节。财富的终极密码是操控群体情绪。比特币因共识而值钱，奢侈品因符号价值而溢价，保健品贩卖恐惧，成功学兜售捷径，
社交平台用多巴胺让人上瘾。人性非理性，恐惧、贪婪、虚荣、焦虑驱动行为。高手深谙此道，利用情绪制造需求。普通人可通过学习心理学和营销技巧，如限时折扣、饥饿营销，在小生意中实现事半功倍。普通人与高手的根本差异在于认知。普通人问如何赚更多钱，高手问如何让钱流向我。普通人相信努力就有回报，高手明白回报取决于分配规则。真正的赢家不是最勤奋的人，而是最懂规则、最会绑定资源、最善操控情绪的人。他们游走于灰色地带，左右信息传播。普通人若只靠努力坚持，可能只是他人游戏中的 NPC。 社会从来不是公平赛场，而是充满套利与收割的狩猎场。底层按劳分配，中层按资分配，上层按权分配。如何成为先觉者？加入高质量社群，获取前沿信息，关注新能源、AI、Web3 等新风口，通过学习切入，建立多维收入，迭代技能，降低生活成本，构筑抗风险护城河。阅读《穷爸爸富爸爸》原则等书籍，提升财富逻辑。2025年是存量博弈的关键节点，社会加速分化，阶层滑落风险无处不在，但机会窗口仍在。小陈的案例令人振奋，从工厂工人到学习无人机维修，仅2年成为新能源企业技术员，月薪1.8万，成功跃升中产。阶层跃迁的机会稍纵即逝，天机不可泄露，攀登路径只剩认知突破，资源绑定，规则套利。普通人或许无法改写规则，但通过学习、试错和行动，仍可找到突破点。2025年，你的抉择将定义未来10年。立即行动，加入先觉者行列，洞察真相，抓住最后机会，让人生更进一步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